今天就直接开门见山给大家来聊这一台全新的一汽所生产的普拉多啊，因为时间确实比较赶啊。那可以看到全新的其实普拉多从设计上，我觉得相对上一代是显得更加的硬派，尤其是它很好的将复古气息跟现代气息进行了结合。然后我们这一台因为是顶配车型，可以看到它配的是一个方灯的矩阵的一个光源组啊，其实它灯组的一个效果其实照明度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我个人确实是更喜欢它低配的那个圆灯的版本，将它整体的一个复古气息我觉得会更加的浓郁一点。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这台车其实有很多的模块化设计啊，像它前面你会发现啊，尤其像我们那个低配的灯组，其实它的一个转向灯跟大灯组也是进行一个分体式的，就如果你哪里损坏可以是直接替换哪个部件就可以了。然后下方的这个大杠前杠的话也是，它一共可以拆卸为9个零部件，所以说就是你越是哪里磕坏了嘛，直接替换就行，对于后期用户的一个用车成本也是有所减少的。然后之前我其实一直在担忧，就是它的前杠这一边会不会给装个 ACC 的一个雷达，但实际它是延伸至上方，这边只是一个摄像头的雷达，所以说内部你会发现它的前杠以及它后面冷盘散热的空间其实距离是非常大的，里面装一个像什么沃恩的12000磅的一个绞盘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个摄像头只要一个位置，然后就完全 OK 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设计还是非常的合理的。然后此外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得给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前杠两侧这个导风槽设计的非常的奇特，那我觉得一部分的用处应该是对于在高速行驶时它前轮拱的内部的负压是有所缓解的。然后那一方面的话，就毕竟它是一台越野车嘛，考虑到它整体的一个涉水一个状态，我相信对于它前轮拱的一个升力应该也是有所缓解的，对于它的一个排水作用应该也有着一定的帮助。那侧面整体的一个设计我发现有一点非常讨巧，就是这一代你会发现它前面的一个翼子板以及它轮眉是做到了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宽体的一个效果，并且的话它的一个后视镜其实是变窄了的，但是它的长度是有变长的，所以整体的一个视野范围我刚刚也是试了一下，其实你从后视镜基本不调的一个状态就能看到后面的轮拱这一点我觉得对于视野帮助是有挺大的。然后包括它变窄之后呢，其实对于你像一些树林雨林的穿越也会有更小风险，不需要把它的外后视镜进行闭合折叠这一点我觉得设计还是非常 OK 的。然后其次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把这台车的一个悬挂行程已经升起来，因为我们这台顶配车型前面是配备了电子可断开的一个黄金杆，其实前桥你会发现它行程还是非常的大，大家从空镜中就能看出来然后悬挂的结构也可以看到非常标准的一个双叉臂，它的一个上摆臂结构也是非常的粗壮的。然后我们往后来看那从车身线条来说，你会发现这一代整体的一个车窗的一个腰线是进行了下移，像我刚刚在开车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可以把我的手肘直接搁在上面，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设计对于整体的一个侧窗视野上也是有着一定的帮助的。然后后面不得不说毕竟是整体桥嘛，可以看到这个悬挂行程非常大，我觉得我整个头都可以塞进去了。然后可以看到就是后面的话也是有一个非常粗壮的一个牙嵌式的差速锁的一个包大家如果后期看一个底盘的效果图，大家都有能看到。然后另外的后桥的话也看到有一个4连杆所以说整体的一个连杆强度上我觉得都是显得非常粗壮的。然后像它的一个底盘上方其实就是它的一个电池包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线路其实都是有进行包裹的，所以如果你进行一些涉水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刚刚有问一下官方的工作人员，像我们这台车型因为今天要进行越野的试驾，所以说他们是换了一套 AT 胎尺寸是26570R18那整体的话让我就它如果是你原厂买的话应该是一个 HT 胎未来如果你能买到的话，那对于这台车来说，像它70的扁平比我觉得如果你把胎压打低一点，它整体的一个附着力包括整体的一个使用舒适性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包括我在刚刚试驾中我也发现它整体的一个这一代它的一个弹簧的 K 值其实是有所缓解的，所以整体的一个韧性它的一个软度以及舒适度方面是有着比较大的提升的。那尾部这一块设计呢，可以看到因为这一代是全面取消了外挂式的备胎，变成了底挂式的备胎所以说呢我觉得有利有弊吧。就有利的是之前的侧开门，如果你外挂的备胎你用久了，尤其是长时间去走一些非铺装路面的话，其实对于尾门的就长时间之后的异响包括可能甚至会发生漏水漏风的一个现象。那底挂备胎呢，就这一点是比较好，但是如果你要长途穿越的话，你就牺牲了一个底盘空间嘛，毕竟大家都喜欢用来
来装副油箱嘛。那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把后杠给换了，直接换一个锰钢材质的后杠，然后外加一个支点，然后把备胎支在外面，然后底部也空出空间可以用来装副油箱。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合理。然后值得一提，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这台顶配车型，它上面的这个小车窗也是可以打开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点的设计，我觉得在拿放物品时也是挺方便的。这个设计我个人还挺喜欢的。那我们今天看到这台车型其实是一个6座版本，当然你在6座同时使用时候可以看到后背的这个空间啊，真的是几乎是没有，可以几乎忽略不计啊。然后下方的话你看到也有中存放啊，那其实是因为它的地台下方其实是安置了电池啊，所以整体的地台是比较高的，尤其是等等给大家看5座版车型，它地台依旧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个人觉得，我个人的话这个版本我会去更愿意选择5座版本，因为如果你选择6座版本，其实后排乘客坐的也并不会太舒适吧，我觉得是应急吧，只能然后另一方面做的比较好，也值得表扬的就是它后备箱给了一个220伏的1500瓦的电源啊。那大家不要觉得就是当下像很多新能源的那个 SUV 都给到什么6000瓦那种比较高的输出功率电源，其实那是因为它整体的一个逆变输出，它是一个单独的配置，所以丰田在这一方面稳定性包括可靠性方面，其实考虑是要更加周到一些的。那全新普拉多这套内饰啊，我说实话其实是有别于当下各种主打豪华智能越野 SUV 的那些调性吧，就大家都会喜欢把一块屏堆砌在这边，然后让大家更愿意去使用大屏。但丰田理念还是比较回归于传统务实一点的。你可以看到非常多极为先进的实体按键，那这些实体按键呢，在我看来真的也都非常好用。像上方就是空调控制区以及座椅的一个控制区，然后下方呢就是整套的一个模式切换，包括像前后锁的一个锁止啊，所以就使用体验上来说，我觉得是非常的便利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丰田也考虑到了，如果屏幕死机的一个状况，对不对？那实体按键肯定会来得更加的务实，使用起来更加的便利嘛。所以我觉得跟我之前所试驾的第9代凯美瑞是有着比较相似的。像内部的话是对本土化进行了定制，然后也有 CarPlay、华为的 HiCar 还有CarLife 那我觉得像车机嘛，对吧？我觉得有 CarPlay 就够了非常好用就完事了。然后值得表扬的一点就是呢，这一代的丰田你会发现，像中高配这台车型，它整体的一个360，包括底盘透视的一个功能的清晰度上包括它可选性上面，我觉得做的是比较到位的，已经跟很多自主品牌，甚至是一些自主的豪华品牌是可以看齐的。所以我刚刚在越野的时候，有些比如说我走比较陡的一个坡时，我是完全看不到车辆前方的一个道路时候，我只能依托于它整体屏幕的一个360的一个道路前方的一个显示效果。所以说整体的话，对于延迟度包括清晰度方面，我觉得做的都是 OK 的那现在我们来到第2排，那我身高是1.85米，我腿部空间是1拳2指，然后头部空间是1拳有余那这个空间表现其实相较于上一代，我觉得是大差不差的，就非常的接近。但是大家可能会想，为什么它整体的尺寸变大了，但是整体的一个空间表现没有变？但可以发现，就是其实这一代的车型它车头是变得更长了，其实它的座舱是要更往中心去靠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是需要去注意的。那第2排呢是一个2座的版本但是有一点比较好，就是它的一个靠背角度，你可以发现它可以调得非常的倾斜所以说对于你长途乘坐，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第3排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就腿部空间其实是够的，我粗略来看，但是因为它的坐垫是比较短的，就跟大部分的 SUV 第3排是有点类似，就有点小板凳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你腿部的一个衬托性可能会比较的欠缺一点。但如果你乘坐小朋友的话，坐在第3排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我这台车型是更推荐大家买一个5座的版本，然后把后备箱空间给腾出来装设备装物品，也是来得更加的合理一点。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底盘，首先可以看到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传统越野车的一个架构，像它的大梁都是存在的，对不对？但是值得一提的就是你会发现它大梁中部这边你看是有螺丝点的，这意味着这是可以更换拆卸的。就意味着如果你在越野时候把这根梁给顶完了，你找4S店配件就可以完全给你装上，包括上面还有预留这种螺丝孔，可以给你安装底盘的护板这一点考虑的还是非常周到的。然后从结构上来说，你看非常标准的前双叉臂后整体桥的一个悬挂结构。那这一台因为是一个顶配的车型它前面的这个防倾杆是一个电子可
断开式的，然后它的电机应该是在护板的内侧，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它在越野时候被磕坏，这一点保护的还是比较周到的。然后另外的话，像它这台车的一个球头啊，包括那边里面的衬套啊，其实也有做过加强，包括官方也考虑到了这台车会考虑经过一些什么极寒或者极热地区，所以对于它的一个衬套的框呢是有所调整的，也可以让它做到热胀冷缩。然后内部的话，像排气管，大家应该没有看到 GPF， 但实际应该在护板的内部它是有的。但大家不用担心啊，因为 GPF 对于一台越野车来说，我觉得无伤大雅吧。因为只要它不堵，对不对？它还有一定程度上可以对于低扭也是有着一定帮助的，对不对？然后另外的话是可以看到这边是油箱，这边是一个排气的中段啊。然后这边的话，其实官方说这边是可以装一个40升的一个副油箱的啊。但具体的话，未来也不知道，看看后期的改装市场怎么来应对吧。然后因为这台车型的尾部这边可以看到，它是装了一个底挂式的一个备胎啊。那我刚刚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把它的后杠给换了，然后把它的备胎直接做了一个外挂式的连接在它的一个大梁之上啊。然后尾部的话，这边的一个副油箱，我觉得应该装起来的一个尺寸，包括它的一个容量应该是挺大的。然后别的话，像后桥的一个硬锁内部也是集成了一个牙嵌式的插座，也是一个机械结构，所以整体的话还是非常皮实耐操的。那重点的话还有变速箱这一块，它因为这一代内部的话是集成了一个 P2 的电机，所以说它是直接有输出290牛米的一个扭矩的，所以整台车开起来它的低扭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托森的插入器，这一块大家非常熟悉啊。然后我也发现了它的前后两根传动轴其实都是有做过加粗加强的，所以意味着也是应该是为了应对它更大的一个扭矩承受吧。那经过今天的一番折腾啊，那我觉得是时候来做一个总结了啊。那其实全新一代的普拉多，在我眼里啊，就相比于前款吧，我觉得进步是非常之大的，尤其是像在智能化表现方面，它是有了 L2 级的 TPI 智能辅助驾驶的，所以意味着这台车型你在城区通勤上来说也会更加的舒适以及便利啊。包括像整体的底盘调教的话，我觉得也是来得更加的舒适一些了。那当然，我们只谈产品不聊售价，就似乎在耍流氓，对吧？据我了解，现在47万到57万的一个预售价，就是像普拉多的保值率啊，还有它的可靠性，依旧是车圈顶流，对吧？而且很多人对这台车型是有一定情怀加持的，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啊。那今天的话，其实就简单给大家来聊一聊，聊这么多吧啊，因为我觉得这台车型未来我肯定还会再去拿一台这样的车型给大家好好的从它的硬件啊、设计啊等等各方面给它做一个全方位的大解析。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嘉伟，让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